1948年10月19日，解放軍進入長春。此後幾十年的戰史和教科書裡，這座城市的易手有一個固定的形容：兵不血刃。兵不血刃是真的，攻城部隊幾乎沒有開槍。這一期講的是這4個字蓋住的另一件事：從5月到10月的150多天裡，這座不放一槍的城市裡，餓死了以萬計的平民。到底是幾萬還是10幾萬？兩邊的口徑到今天都對不上。先例時間與人物。長春為滿洲國的舊都，1948年春天成為國軍在東北的最後3個據點之一。守軍10萬，統帥是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下轄2支來歷完全不同的部隊：中央軍嫡系新七軍和從雲南遠調東北的60軍。城外是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第9期講過這支部隊和他的統帥。長春為什麼會被圍？先看蔣介石一側的抉擇。1948年春，國軍在東北只剩長春、瀋陽、錦州3個孤立據點，補給全靠空運。衛立煌主張收縮兵力保瀋陽，多名將領和美方顧問都建議放棄長春，但蔣介石不肯。長春是偽滿舊都，政治象徵太大，棄守等於向國內外宣布東北敗局已定。於是10萬軍隊和幾十萬平民被一個政治象徵定在了原地。這場圍城的第一個決定是被圍的一方做的，留下。圍城另一側的決策也有過反覆。毛澤東最初同意東北野戰軍先打長春，5月事功受挫後，他與林彪之間圍繞下一步打長春還是南下北寧縣，電報往返了整整1個夏天。毛澤東要的是關門打狗，先取錦州，切斷東北與關內的通道。林彪顧慮攻堅傷亡，傾向繼續圍困長春。最終錦州方案勝出，長春從主攻目標降級為看守目標。這個降級對城裡的平民是致命的，圍困從此沒有了時間表，他可以無限期地等下去。4月，中共中央與東北局確定對長春的方針。林彪先是準備強攻，5月事功，外圍機場受挫，傷亡數千，強攻的代價算不過來，方針隨即改為圍困。當時的正式提法叫久困長圍。圍困的目標不是城牆，是糧食。命令封鎖一切入城物資，斷電斷水源供應，讓10萬守軍在斷糧中瓦解。這個算盤的前提是城裡除了10萬軍隊，還有幾十萬平民，守軍的存糧是連平民一起算的分母。圍困的執行是工程化的，圍城部隊沿城修了2道封鎖線：壕溝、鐵絲網、碉堡群，綿延100餘里，部隊輪換值哨，口令統一。對進出的管制細到什麼程度？部隊文件裡有規定，糧食、蔬菜、燃料一律不准入城，行人憑證通行，抓到偷運糧食的處理。圍城不是鬆散的包圍，是一座反向的城牆，城牆歷來防外面的人進來，這道牆防裡面的人出去。6月起，城內糧價失控，守軍先是限價徵購，然後直接搜糧。鄭洞國部下的部隊挨戶搜繳存糧，名義是統一分配，實際優先軍隊。高粱米的價格幾個月裡漲了幾百倍，貨幣作廢，交易退回以物易物，一根金條換不來1袋糧食的記錄出現在多名幸存者的回憶裡。空運補給的真實情況要交代一句：蔣介石承諾空投，但長春距後方太遠，運力捉襟見肘。大飛機每天能送進城的糧食，對10萬軍隊是杯水車薪。空投的糧包落地，由部隊武裝搶收，平民只能遠遠看着降落傘。到8月，連軍隊都減為每日2餐稀的，平民的定量是0。城裡人怎麼活？幸存者的回憶高度一致：先吃存糧，再賣家產換糧，金條、皮貨、房契在糧食面前一路貶到不值一提，然後吃豆餅、酒糟、樹皮、草根、煮皮帶，最後出現了对人相食的多處技術。當兵反而成了活路。守軍擴編時，報名的人排隊，不為軍饷，為每天那口糧。一座城市的社會秩序在3個月裡退化到了食物鏈。7月起，守軍為減輕糧食壓力，開始驅趕平民出城。這一步把災難推向頂點，因為城外的圍城部隊不放人。這是全片最艱難也最必須講清楚的一段。
圍城指揮部的邏輯是明確的，放出平民等於替守軍卸包袱，圍困就失效了。1948年9月9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給中央的報告裡有這樣的文字：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飢民乘機擁出，經我趕回。於是出現了卡空，守軍把人趕出城門，圍軍把人堵在封鎖線外，兩道防線之間的開闊地帶聚集了數以萬計出不去也回不來的平民。他們在夏末秋初的曠野裡以草根樹皮為食，大批死在這條幾公里寬的地帶裡。幸存者的口述、當年圍城部隊士兵的回憶以及後來地方史志的記載，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死人最密集的地方不在城裡，在兩軍之間。卡空裡的記述有一份來自當年9歲的日本小姑娘。長春圍城時，城內還滯留着數千未及遣返的日本僑民，其中一家的女兒後來成為學者，名叫遠藤玉。她全家在卡空裡困了2個多月，親人死在那裡。幾十年後，她把經歷寫成書，書名就叫《卡子》，卡空的卡。一個第三國僑民的回憶，恰好成了這段兩邊都不願多講的歷史裡少數完整的目擊證詞。9月，圍城政策鬆動，分批放人；10月上旬，封鎖線開放。但對卡空裡的許多人，鬆動來得太晚。城內的結局在10月中旬到來。10月17日，60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這支滇軍多年被當作雜牌使用，上一期講派系時提過它的來歷。60軍讓開東半城，新七軍隨即放下武器。曾澤生起義還有一個後續，是歷史的黑色注腳。60軍起義後改編為解放軍第50軍，2年後入朝作戰，漢江南岸阻擊戰裡打出威名。同一支部隊在國軍序列裡被當雜牌擠壓，換一身軍裝成了英雄部隊。他印證的和第13期那句判斷相同，士兵沒有變，變的是對待士兵的系統。10月19日，解放軍入城。21日，鄭洞國在中央銀行大樓放下武器，官方表述為投誠。整個過程，攻城一方陣亡人數極少，兵不血刃，字面成立。然後是數字，這一期最沉重的一節，必須2個口徑並列。先說為什麼這道算術做不平。圍城前的人口基數就有3個版本：偽滿末期的市區人口統計、1947年國民政府的戶籍數，以及守軍為配糧做的清查，三者相差以10萬計。戰亂年代，城市人口本身就在劇烈流動，鄭洞國部隊進駐後，還湧入過大批周邊難民，分母不清，分子就注定吵不完。官方口徑。黨史和軍史著作長期不給平民死亡總數，只講戰役勝利與守軍瓦解。地方志的相關記載零散，有前後不一致的統計。數字是怎麼估出來的？方法要交代，免得各說個話。基本辦法是人口比對，圍城開始前的市區人口基數，減去圍城結束時的清點，再扣除有據可查的出城安置人數，餘數在死亡與失蹤之間分配。基數用哪個統計，出城人數信哪份檔案，結論就差出幾倍。這是幾萬與10幾萬2個口徑的技術來源，不全是立場問題。學界與口述一測，圍城前長春市區人口通常估計在40-50萬以上，圍城結束時的清點在17萬上下，差額裡包括逃出、被趕出、被安置的人，也包括死亡。研究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從數萬到10幾萬不等。張正龍1989年出版的《雪白血紅》給出的說法是餓殍約15萬，並留下一句被廣泛引用的話：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體相當，廣島用9秒，長春用5個月。15萬這個數字有爭議，數萬到10幾萬這個區間沒有爭議。區間的下限也已經超過了南京大屠殺之外中國近代任何一座城市的單次平民死亡。雪白血紅的命運本身就是證詞的一部分。這本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取材於圍城部隊自己人回憶的書，出版次年即被禁，作者張正龍受審查。一場勝利裡最不能碰的部分，恰恰說明哪裡最疼。責任怎麼擺？這一期不替任何一方辯護，把3筆賬分開列。
守軍一筆，搜刮民糧養軍，把平民當成消耗品先行拋棄，驅民出城是災難的第一推手。鄭洞國晚年回憶錄裡對此語焉不詳。這筆賬裡還有糧食本可以進城的證據。圍城期間，中共佔領區的糧食並不緊缺，東北解放區當年是豐年，圍城部隊自己的供應充足。也就是說，封鎖線外幾公里就有糧食，饥民隔着鐵絲網與豐年相望。這不是天災造成的短缺，是人為製造的隔離。第8期講大饑荒時用過的那個判斷，只要糧食能流動，饑荒就不會發生。在長春是以軍事命令的形式被反向執行的。圍軍一筆，明知封鎖線外是飢民，為戰役目標堵回。這不是基層失控，是報告寫進電報，方針來自決策的執行。戰役的設計裡，平民的死亡是被計算過的成本。更上面還有一筆，長春不是孤立，它是整個大決戰棋盤上的一步，用最小的軍事代價拿下堅城。這個目標本身沒有給平民留出位置，兩邊的統帥部都沒有。鄭洞國的結局可以放在這裡對照。放下武器之後，他被以投誠將領對待。建國後任全國政協常委、黃埔同學會副會長。1991年在北京去世，兩岸都發了訃告。守城的統帥得了善終，圍城的統帥後來的結局第9期講過，而城裡餓死的平民，兩邊的名單上都沒有他們。三方的結局擺在一起，這場圍城誰付了賬，一目了然。世界戰爭史的坐標裡也放一個對照。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872天，餓死者以數十萬計。戰後，蘇聯建了紀念館，名單刻牆，年年公祭。長春被圍150天，餓死者以萬計。今天的長春沒有紀念碑，沒有名單，沒有公祭日。兩座城市的區別不在災難的大小，在圍城的人是誰。定性的演變值得記錄。戰史裡，長春圍困戰長期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教學範例。血白血紅被禁之後，90年代以來的公開出版物提及圍城平民死亡的越來越少。而在台灣和海外，龍應台2009年的《大江大海》讓這段歷史進入了大眾視野。大陸網絡隨之出現了一輪又一輪的爭論與刪帖。一座城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進入任何一方的正式紀念。長春今天沒有一座圍城死難者的紀念碑。還有一層沉默要點破：圍城部隊的普通士兵，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翻身農民，入伍時聽的道理是為窮人打天下，而他們在封鎖線上執行的命令是把討飯的窮人堵回死地。多名參戰老兵晚年的回憶裡都有類似的段落：班裡的兵偷偷放人過卡，被處分；有人把乾糧扔給溝裡的孩子，被批評。命令與良心的衝突真實存在過，它證明執行者不是沒有人性，是系統不允許人性起作用。這個句式正反那1期用過，在這裡原樣成立。留下了什麼？留下了一個詞的用法。此後的戰史寫作裡，圍困戰的表述規範逐漸固定，寫守軍的瓦解，寫起義與投誠，寫我軍的紀律，平民一筆帶過或不寫。這不是某個作者的選擇，是一種文體，勝利敘事的文體。它在長春定型，然後被複用到每一場需要它的戰役上。識別這種文體，比記住任何一個數字都有用。凡是只有軍隊沒有人的戰史，都值得追問一句：城裡的人呢？留下了一個戰法：圍而不打，斷糧困城。此後在太原，在其他據點繼續使用。它作為軍事遺產被總結，它的平民成本沒有進入總結。留下了一群沒有名字的死者，死在卡空裡的人，多數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他們不是任何一方的士兵，不進任何一方的傷亡統計，是這場內戰裡最徹底的局外人，也是代價最大的一群人。第9期結尾說過，林彪的軍事才能與他的政治結局要分開評價。這一期是那句話的注腳：遼瀋戰役的勝利是真的，長春的10幾萬餓殍也是真的。一個統帥的兩面，一場勝利的兩面，和這個系列反覆出現的那個句式一樣，兩者不能相互抵消，只能並列。這一期與本系列各期的接口在這裡交匯，
它有正反的指標邏輯，平民的死亡是被計算過的成本，有大饑荒的粮食機制，餓死人的地方不缺粮，缺的是讓糧過去的許可。有第9期的主角，圍城的方針出自他的司令部，也有第13期的答案，長春城下的60軍起義，正是那一期講的軍隊轉身。一座城把這個系列講過的所有機制裝在了一起。兵不血刃這4個字，以後每次在教科書裡出現，都值得多問一句：刃上無血，血在哪裡？